你的娃都出去了，你应该没问题吧？这是草草即将去野外引种前的画面。满怀担忧的谢奶爸一遍遍嘱咐他，表面安慰草草，但更多的是在安慰自己。草草1岁多被工作人员从野外救助，长大后又参与了待宰野培计划。他的孩子淘淘和花椒都被成功放归野外，因为草草具备野外生存能力，还很亲人。他被选中参加首次熊猫野外引种计划。照顾草草最久的谢奶爸显然难以接受，不可置信的反复询问这是不是真的。这是草草，确定是草草。对，确定是草草。谢奶爸深知野外生活危险重重，草草虽具备生存能力，但毕竟年纪较大，他担心熊孩子出意外再也回不来了。那2个崽出去了，现在又轮到他了。但是接下来他会怎么样，那我也不知道。而且他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所以担心还是难免的。但野外引种关乎熊猫种族的生存和壮大，谢奶爸虽有万般担忧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他本想在临走前亲自投喂草草，和他说说话，但毫不知情的草草一直在山上睡觉没有下来，谢奶爸只好亲手为熊孩子准备食物，竹子多到铺满了整个院子和内舍。可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，奶爸掉头跑了。他还有很多嘱咐的话还没跟草草说，于是换好熊猫服后，奶爸再次来到熊舍。草草，明天就要放了，现在还看不到。哎呀，还想给你托付几句。正当谢奶爸连连叹息，以为又要跑空时，草草惊喜现身，并咩咩叫回应对方。奶爸赶紧又抱来大捆的竹子给他吃，希望他能在离开前吃得饱饱的。这时，某不知名邻居突然跑过来凑热闹。我再给草草托付几句，你不要吵，保持安静啊。随后，谢奶爸像老父亲一样不停唠叨，告诉他遇到危险别硬刚，直接爬树躲。遇到问题还是躲避着好啊，不要硬上，有些东西你打不过的，没办法就爬树。山是练技，走为上计，保护好自己再说。草草则边吃饭边安静听对方碎碎念，还时不时回应，告诉奶爸自己记住。奶爸没有说那么多煽情的话语，只是一遍遍叮嘱草草照顾好自己。能看出谢奶爸是真把她当亲闺女了。而体检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草草后，奶爸百感交集，努力控制眼中泪水不让滑落。随后草草留下自己的掌印后被抬到了野外，他带着奶爸的不舍以及壮大种群的使命，踏着从容而又伟大的步伐走进山林。而谢奶爸则一直紧紧盯着草草的背影，就算早已消失不见，也不肯收回目光。原来爱真的能跨越物种，希望每个熊孩子都能遇到有爱的饲养员。福宝回国后的生活有多幸福？遇到了2位暖心有爱的饲养员，眼前这位给福宝喂果果的饲养员，正是曾经照顾青瓷的谢庆阳奶爸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有10多年的饲养经验，如今被安排和徐奶爸轮班照顾福宝。现在我们饲养犬团队当然有3个饲养老师嘛，如果我去这样，他们就会去喂小福。前2天，徐奶爸还带着谢奶爸打扫外场，并仔细介绍福宝喜欢在哪个地方吃饭。或许是察觉到谢奶爸一脸善意好相处，福宝跟他相处没几天就开始拿捏对方了。午餐时间，谢奶爸送来了大号笋笋，可福宝却一直赖在室内不肯出来，非要对方给自己按摩按摩。只能说小福是懂得拿捏每一位奶爸的，谢奶爸只好给他拿了块窝头垫垫肚子，紧接着送上马杀鸡服务哄小公主开心。心满意足的小福这才慢悠悠地走出内舍，一屁股坐在门口继续炫着美味笋笋。当福宝跑到小卖部门口要苹果吃的时候，谢奶爸有求必应，还切成小块喂到嘴边，满脸的宠溺和喜爱简直要溢出屏幕。可见福宝之所以如此亲近谢奶爸，绝对是他在背后默默付出的结果。不仅如此，社恐的徐奶爸为了照顾好福宝，更是从他展出起连续10几天没有休息。都知道徐奶爸社恐，采访时紧张到发抖，就连被猫粉叫住都会拘谨的像个小学生。可当游客不小心把相机盖掉入外场后，徐奶爸亲自来到墙边，请求大家文明参观。点进去了，我是说各位朋友把手里的东西拿好，对不对？水管垫啊，盖个镜头盖啊，矿泉水啊，把东西小心先好。并且奶爸还仔细检查了一圈外场，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掉落物品。能看出徐奶爸是真心把福宝当闺女疼。平日里奶爸给福宝送加餐时，会贴心的先拿给他看确认数量，防止小家伙一会找的时候遗漏。并且徐奶爸还会做蜂蛹给福宝玩，只是小福太聪明，轻松就把笋笋拿到了，没准小家伙还会吐槽奶爸太小看自己呢。想必正是有奶爸们的暖心呵护，福宝才能在新的环境里肆意玩耍。当奶爸在外场忙着打扫卫生的时候，福宝目光一直依恋地追随着对方。奶爸扛着残株回去，小福也跟着走动，可见他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陪伴奶爸。如此乖巧懂事的小熊，怎能不让人喜爱？想必有谢奶爸和徐奶爸的暖心呵护，福宝未来熊生绝对能开心快乐每一天。王小五就是下凡来历劫的吧？熊生主打一个跌宕起伏。前段时间小五的跑车因泡水被送修，失去快乐源泉的他趴在木架上郁郁寡欢。为了安慰小五，院长重新翻修了莽家大院，不仅装了新的木架，
架和独木桥还配备了滑梯，小五终于不用扶着树仰天痛苦了，而是和老妈一起快乐探索新家具。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。也不知莽妞妞是不是故意误导好大人，她竟双手紧紧扒着两边，然后弯腰弓背，一步三滑的从滑梯下面爬到了上面。这奇葩操作给小五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于是他也尝试着从滑梯下面爬上去，谁料脚底都跟抹了油似的打出溜滑。当小五抬头看到莽妞妞一脸坏笑后，聪明的他立刻明白自己被老妈给骗了，于是火速爬上木架，打算反其道而行之。没想到这小子真找到了正确玩法，一整天都在木架和滑梯上度过，就连下班都是被外公强行抱走的。原以为小五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没曾想半夜莽妞妞嘴馋，出门把包滑梯的竹竿给啃了。对此熊声跌宕起伏的小五只想说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就是说小五其实是下凡来历劫的吧，小小年纪就承受了生命不该承受之痛。但好消息是小五又能开着豪车去撩妹了，并且莽家大院再一次重新装修升级，不仅修好了被莽妞妞啃坏的滑梯，还彻底翻新了木架，整个外场焕然一新。而且工人们还在场地内挖了个大坑，把树杈子种进去，小五坐上去刚刚好。只不过这根树杈怎么越看越眼熟，好家伙，这不是小五的专属雄侧吗？要知道小五年纪虽小，但也有明星包袱，因此上厕所时都会找个很隐蔽的角落，这根树杈就给他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。而看到上厕所的树桩变成立体的了，小五只想说这和大街上拉屎有何区别？不得不感叹小五这雄生履历可真精彩，每天不是被抄家就是招惹妈妈后挨揍。这天小五在莽妞妞肚皮上蹦迪，于是被对方毫不留情地扔下了木架，不服气的他原地撒泼打滚咬手手。等到外公来收小五下班的时候，他气呼呼的要对方给个解释，你闺女揍我，让他给我道歉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外公也很无奈，只能强行抱着小五下班回家。可就算这样，他还在边哭边反抗。就是说，要不让莽妞妞道个歉吧，毕竟以后揍小五的次数还多着呢。福宝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姨姨们不知道的？表演新技能太空漫步，直接惊呆江爷爷。并且能听懂韩语的他，还会给爷爷现场表演钻床底。一次将爷爷当着福宝的面表白爱宝，结果被火花孙女一字不落听了进去。只见福猪猪气冲冲跑到爷爷面前，一个翻滚把对方最爱的小猪压倒，任凭江爷爷怎么呼喊，他都装作听不到。而在技能学习方面，福宝绝对是顶级尖子生。这天，江爷爷把窝头放进了丰容玩具里，想让爱宝自己动手弄出来。只见他拿着玩具在手里转来转去，用了很多办法，就是拿不到窝头。艾女士心想太难了，最后只好放弃。吃货福猪猪看到后，立马朝着丰容玩具走去。一开始他并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认真观察窝头的位置，仔细研究孔的大小，然后不断调整位置，把两者对齐。终于找对位置后，福猪猪顺势坐到墙角，开心的拿起掉出来的窝头，同时抬起头，一脸骄傲的看向爱宝妈妈。只能说福宝这智商不去考个北大可惜了。此外，福宝还跟江爷爷学会人教版兔子跳爬树，跟宋爷爷学会独特的翻身下树，并且他还会创新下树后加了个功夫熊猫耍帅姿势。这天，江爷爷给大孙女送竹子，故意蹑手蹑脚，吓得福宝一激灵。于是小熊精福猪猪下次看到爷爷过来后，专门躲在木架后面熊熊碎碎搞偷袭吓唬对方。而宋爷爷曾给福宝做过一套竹子牙刷，并亲自给他示范刷牙方法。最后宋宝问大孙女学会了没有，福猪猪点点头，表示根本难不倒我。接下来福宝就有模有样的开始自己刷牙。虽然混世小魔王经常挖煤把自己弄成黑熊精，但福宝的牙齿可是超级白，想必这跟福猪猪每天坚持刷牙有很大关系。而作为顶级爱豆，福一真的业务能力也超强。看到有镜头拍自己，福宝立马自己戴上宋爷爷做的竹子眼镜，配合圣熙阿姨拍照。这天调皮的福宝爬到铁栏杆上，可等到想下来的时候，却发现没那么简单。福猪猪大脑飞速旋转，在江爷爷的提示下，福宝慢慢转身，最后在爷爷的一声声赞美和肯定中成功下来。一教就会，一看就懂，一点就通。咱就是说，福猪猪真的不是人扮的吗？现在的他估计就差开口说话了。看到熊猫妈妈为保护腹中孩子与对手殊死一搏，才明白世间的母爱能有多伟大。眼前怀有身孕的熊猫妈妈在和对手决斗中，不幸被击败，嘴巴和鼻子都被严重抓伤。但她现在顾不上疼痛，一心想的只有腹中孩子。
半年后，雍严阁教授再次来到这里，发现让人惊喜万分的一幕。此时，熊猫妈妈已经顺利生下宝宝，母女平安。曾经那个狂躁的小女孩，现在变得沉稳又柔软。熊猫妈妈怕小家伙着凉，便一直用胳膊把宝宝搂在怀里，紧紧贴在自己肚皮最柔软的位置。为了让宝宝睡得安稳，她就一动不动，始终保持一个姿势，即便四肢发麻、困倦不堪，依旧坚持着。在这位坚强、母爱爆棚的妈妈身上，雍教授看到了熊猫家族生存发展的希望，于是他给熊猫妈妈起名春天，而怀里的小家伙名叫秦雅。母女俩就这样在野外相依为命，彼此依靠。但秦岭深处的环境复杂又危险，雍教授担心春天能否将秦雅抚养长大。一场暴雨过后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雍教授接到消息称秦雅被妈妈遗弃了，他赶紧飞奔上山，果然看到小家伙孤单地躺在洞里，而熊猫妈妈早已不知去向。此时秦雅才2个月，还没有自主生活的能力。如果她真的被妈妈遗弃，很快就会死亡。有工作人员建议把秦雅先带回基地富养，但雍教授相信春天不是不负责任的妈妈。这时他开始担心对方遭遇了什么意外。经过救援人员的合力搜寻，终于在离洞穴不远处的竹林隐蔽处发现了正在吃竹子的熊猫妈妈。能看出她真的是饿坏了。等吃饱后，春天立马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回洞穴保护孩子。可以说，熊猫妈妈远比人类想象的要尽职尽责。然而，大自然对他们的考验远不止这些。这里生活着300多种野生动物，竞争十分激烈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。在危机四伏的丛林中，春天和女儿居无定所，一旦发现危险，她就会立马带着秦雅转移。很快，秦岭迎来了冬天，这对母女俩也要面临新的考验。由于寒冬食物匮乏，熊猫妈妈不得不冒险外出觅食。这时，5个月大的秦雅就会乖乖到树上躲避猛兽攻击。日复一日，终于等到冰雪融化，熊猫妈妈饿得瘦弱不堪。幸好竹子都在疯狂生长，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。这一刻，正如它的名字一般，春天万物复苏，到处充满生机。转眼间，秦雅已经2岁多，到了独立生活的年纪。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小溪旁，相互告别后，秦雅带着妈妈的爱，勇敢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域，在大自然中度过快乐又自由的一生。